当一个人公开炮轰自己一无是处时，他的内心到底该有多绝望？ Yeah, I'm useless. Absolutely useless. They probably need to train driver. 这个自暴自弃的赛车手名叫汉密尔顿，他曾是风光无限的7冠王，但却因为一次安全车跌落神坛。8冠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。哎呀！有人撞了，这是拉力安全车吗？如果没有那次安全车，汉密尔顿或许将以 F1 第一位8冠王的身份在梅奔养老，体面的功成身退。然而历史没有如果，卫冕失败后，汉密尔顿的表现断崖式下跌。2022年职业生涯第一次没有杆位，没有分站冠军，排位正赛全面落后年轻队友。巴库站赛后艰难下车的画面，成为了他深陷低谷最真实的写照。呀呀，你看那个爬不出来呀！谁上去扶一把？你看，又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们不是在嘲笑，绝对不是在嘲笑。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，全网嘲讽彻底炸开，并且再也没有停过。只要失误就是老了、菜了、时代淘汰了；只要不如队友就是被捧出来的传奇；只要争不了冠，就会被说成只会开冠军车，换台烂车就原形毕露。曾经无数人追捧的传奇，一夜之间成为了全网最好笑的谈资。车好汉密尔顿如一个时代的标签，刻入人们的脑海。那2年是粉丝们最无力、汉密尔顿最孤独的日子，全世界都在看他跌落神坛，没有人站出来替他辩解。 The car is terrible. I feel helpless. I can try and deliver each weekend, but you can only do so much with what you got. 2025赛季，带着最后一丝追梦的执念，他转会法拉利，所有人期待传奇重生，结果却迎来了职业生涯最黑暗的一年。除了上海站的高光时刻，汉密尔顿几乎是全年都在挣扎。在匈牙利，当队友拿杆位时，他却连 Q3 都进不了。Every time. 这一年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看他的笑话。什么7届世界冠军，不过是车好罢了。没有火星车，他什么也不是。法拉利最失败的引援，有心养老，躺平混工资。别人的低谷是状态波动，汉密尔顿的低谷是被全世界否定职业生涯。几个月后的收官战上，他以第8名狼狈地结束了在法拉利的第1个赛季。整整1年没有领奖台，更没有分站冠军，被队友拉开86分，仅仅排在年度第6。他像往常一样做着年度总结，但这一次回应他的却是戏谑的笑声。 You get that message? One time, either bye. Thank you very much. 从2022到2025，汉密尔顿承受了 F1 有史以来最汹涌、最刻薄的舆论围剿。很多人都觉得他将在新赛季的某个时刻提前退役，带着无尽的嘲讽归于平庸。但这一切却在巴塞罗那迎来了转机。 It is time for Formula One qualifying as we welcome you back to Barcelona. 26年6月中旬，当41岁的汉密尔顿走进加泰罗尼亚赛道时，他早已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追风少年，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王朝统治者，他只是一个被骂了4年却依旧不肯认输的老骨头。汉密尔顿来了，对，怎么样？哇，第1排啊！ 排位赛上，在队友撞车的情况下，老汉顶住压力，跑出了几乎完美的飞驰圈。法拉利生涯首次在头排发车 Gets to the front row and misses out by 0.06 of a second. 而在正赛中，跃马为他压住风险更高的3停战术。汉密尔顿红胎起步后紧追前方的拉塞尔，并在12圈就进站1停，打乱了梅奔的节奏。拉塞尔也进了，这个这么小心吗？27圈，刘爵士再次进站，而梅奔为了队内公平，没有选择跟进策略，反而是让2位车手继续留在场上，互相消耗长达9圈。来了，拉塞尔在防守，安东尼的1号弯扯到外线，3号弯怎么样？3号弯的外线，这不可能吧？而当拉塞尔完成2停后，已经是37圈，汉密尔顿建立起了将近20秒的优势。原计划他会跑到46圈左右进站完成最后1停，出站后会落后大概15秒，但刘爵士的白胎将会新19圈，拥有巨大的优势。我在告诉拉塞尔。 预计我们会在比赛的最后阶段跟汉密尔顿有一场缠斗。但就当大家期待着最后阶段的大战时，主场车手费尔南多·阿隆索的赛车出问题了。有黄旗，阿隆索在第9号弯停下来了，别引发安全车。比赛第41圈，阿隆索赛车故障触发虚拟安全车，进站时间缩减为12秒，而汉密尔顿领先拉塞尔16秒，时间上绰绰有余。 但刘爵士已经驶过了维修通道入口，他必须赶在 VSC 结束前完成整个进站过程。应该能站住这个位置，应该能站住，应该能赶上。对，也来了，成功了，神了！
哇哦，2.8开了，汉密尔顿出了围攻区，拉塞尔就在后面，汉密尔顿决定性的领先，正好安全车结束。哦。汉密尔顿出战后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领跑者，并手握5圈轮胎优势，而身后2台梅奔又开始了内斗，汉密尔顿直接带开10秒开外，立于不败之地。最后3圈，安东内利退赛引发 VSC， 汉密尔顿锁定胜利。现在在虚拟安全车的情况之下，以巡航的姿态驶向巴塞罗那的终点，实力加上足够的运气，汉密尔顿冲线了。汉密尔顿就这样在法拉利拿到了首胜，跃马的每一位工程师、机械师、策略师都在相拥庆祝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狂喜。而当汉密尔顿再度站上车头庆祝胜利时，人们仿佛看到了曾经那个无所不能的7冠王又回来了。汉密尔顿下车后，情绪一度不能自已，那些铺天盖地的嘲讽，无数个自我否定的黑夜，长达686天无冠的煎熬，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。站上领奖台，这位41岁的老将接过职业生涯第106座冠军奖杯，抛起奖杯的那一刻，仿佛在告诉世人，即使历经风雨，他依旧是那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汉密尔顿。 Thank you so much. You've helped me achieve this dream, and I can't thank you enough. Thank you for everyone pushing so hard back at home. I'm so proud of you.